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大主題我們會來關心到的是重磅消息，中日產業戰現在全面升級了。日本從8月16號這一天會開始限制它的工業基母要來出口中國大陸，卡住中國製造。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則是反制，用的是掐住稀土的出口，還有鍺跟銻的出口，對日也是直接歸零的。另外一方面，今天也會來關心到是澳洲在封中國大陸的稀土股權，怎麼一回事？今天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先歡迎在場來賓，首先歡迎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四面好，觀眾朋友大家好。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張健老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還有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四面好，大家晚安。好，觀眾朋友，我們節目開始前記得幫我們節目按讚。那麼環球大戰線的會員頻道已經成立了，觀眾朋友，如果您還沒有按下加入鍵，趕快記得按下加入，可以獲得最快最及時的這個大戰線的資訊哦。那麼如果希望跟我留言互動的，歡迎在留言區寫下思敏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一樣我會親自做回復。今天有關於中日的產業戰呢，我們趕快來看到的是，已經不再是單純的一個貿易戰了，這一次雙方打的是這個包括了高端的製造業跟戰略資源的一個核心命脈，怎麼回事呢？我們先來看到，一邊是日本，他現在拿着他的高端機床來當做他的武器，來卡住中國製造業的升級。另外一邊，中國大陸現在呢祭出的是稀土還有稀有金屬來反制日本，當做他的籌碼，要掐住日本高科技的原料命脈。先來看，這是最新消息，日本的最新消息，從8月16號開始就會正式的收緊它的精密機床對中國大陸的出口管制了。高市早苗甚至自己親自跳出來說，相關新的申請是否接下來會放行，他會來親自做審核。連高市早苗都已經出來喊話了。那麼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因為他們希望能夠卡中國大陸在半導體、航太、機器人、汽車、軍工領域的發展，這一些領域要發展都需要用到高端機床，而中國大陸現在的弱點恰好是它有70%的需求，至今都還是仰賴日本的。那麼我們也來看到，就在這個日本宣布對中國大陸的這個限制之後，但是呢，中國大陸對它的機床的訂單需求仍然是持續增加的。先來看到3月份，日本對中國機床訂單是達到了500多億日元，創單月的新高。6月份，中國的部分更佔日本海外機床訂單接近達到了40%左右哦。所以呢，我們現在也看到這個日本對於中國大陸的限制哦，已經不是單純的出口限制而已了，它也是試圖卡住中國大陸下一代製造業的升級。那接下來中國大陸怎麼辦呢？真的會影響到中國不管是在半導體、航太、機器人、軍工升級等等領域的發展嗎？尚志哥，請問怎麼看？好，日本出手哈，那這次針對中國會不會打到中國？可能會哦。目前這個是最新的一個日本決定，要對於中國當中有點一個反制的部分的措施。我們知道之前日本反制像是光刻膠，以為很嚴重，結果中國大陸直接把你平替了哈。但是我們知道，其實對於日本來說，長久來全世界都知道，像日本、德國他們的這個所謂的製造業、製造工藝是非常非常厲害的。而它厲害的最核心之處，其實就是這個我們講精密數位機床。這裡頭運用當中，我們講那些精密螺絲啊，你要鑽洞啊，你要車床啊，你要齒輪要磨，這裡頭不止這個機器厲害，包括人去做這個機器，人去保養這個機器，那個0.幾微米的部分哈，那些老師傅，而且你弄完之後，這個它那精密的卡準。所以呢，甚至包括，而且你這個機器10年之後都沒壞哈，這就是日本這個所謂的精密，我們講精密製床或精密機床的厲害之處。所以所有現在在應用的，可不是一般的工業，是它通常用的部分是最精密的，比如說航太，比如說一些軍事武器、半導體的部分，還有最新現在人形機器人的一些減速器，包括一些關節所在的部件。都需要這個東西。好，就日本為什麼突然這樣子？那它當然是針對一個叫做輸出貿易管理法去修這個法。這個法呢，其實2024年日本就開始一定在修因為已經很久了，只是修着修着當中突然加速，而且就是在這幾天突然這樣子宣布。好，它宣布是有備而來的。要知道現在所謂這個精密機床是什麼概念？中國大陸的70%都是來自日本，而且中國大陸現在的技術還沒有完全的攻克。
剛剛講航太業、軍工業在這裡頭其實都是最大的關鍵哈。因此，而且這次我們看它裡面的內容，它主要針對的是什麼？是針對於5軸聯動。各位，1軸、2軸、3軸、4軸、5軸，你不懂制造也清楚嘛。而且這作為最精密的5軸聯動是它鎖定的。那有3軸跟比較低些的5軸不在這個管制之內，所以它就是最厲害、最精密的管控你，而且它管控了整機哦。管控的核心的零組件，如果中國大陸你現在有的，你要後面買零組件，比如說什麼航空公司啊、機電公司，你要買零組件没有了，逐一批。還有關鍵的設計軟件，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是全部嘛，它全部就把你控制住哦。那現在其實這整件事情的部分影響，剛剛講還不知道，但是總體來說，中國大陸評估。有可能會影響2-3年，要到中國大陸能夠全部攻克，有可能2-3年才可以。所以現在受過的影響，但現在整體評估，這一次到目前為止，日本的部分並不是死絕的把你切斷，它可能還是有一些漏洞。或者比如說，第一個它不是全部的禁運，你還是可以申請審批。只不過剛剛講高市早苗是都放話了哦，如果你現在最新的部分，他們現在預估中國大陸的軍工業啊、半導體的業，你是80%，大概是絕對不可能，你申請他也不會給你。但是現在可能的途徑就是像先前在稀土，日本也是這麼做。繞到歐洲，也就是說，現在如果第三國的二手機，或者繞到部分是國外的子公司生產呢，子公司貼牌的，目前就不在這個禁運裡面，所以這裡可能有這麼一點點漏洞。我想高市早苗為什麼突然這麼做，可能跟他最近的背景有關，還是值得講一講。要知道，最近其實日本跟以色列方面已經在接觸，準備要簽訂更大規模的部分的所謂的軍事同盟的合作。這裡頭包括以色列準備打算把包括無人機、包括一些導彈以及各式各樣武器，包括軟體，要整個什麼樣規模呢？1600億美金，包括日本在內一起合資，要準備把這個生產線轉移到日本，那這個是最新的，而且現在先前烏克蘭跑去日本接觸講無人機，對不對？是很快的，他們談1個月就簽了，這個簽了當中前地點包括後面的生產合作的公司全部都已經確定了，而且快速要上線生產。大量的現在包括烏克蘭無人機，所以我認為高市早苗現在最近有一個迷之自信，就是說對於對抗中國的部分，除了有美國撐腰之外，當然剛剛前面講的背後也可能是美國的意志，所以他突然有個覺得對中國有強烈對抗的能力，所以我們認為現在看起來他有關於這部針對日本精密的這個機床，而且確實是對於中國可能有一點卡脖子，而且卡在航太、軍工跟機器人這些前瞻發展上，所以推出這個部分的對抗的部分的政策有沒有效果？我們可以繼續觀察。好，所以現在高市早苗是突然間有了底氣了嗎？有來自於美國跟以色列，特別是在軍事上面的協助，是不是就更有底氣去對抗中國大陸？所以今天祭出了一個最新的這一招嘛。那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有沒有反擊措施？當然有了。我們趕快要來看到，其實中國大陸的反擊力道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對日本祭出的稀土的出口管制。我們先來看到統計的最新數據哦，光是今年上半年出口給日本的稀土已經一口氣暴跌51%了，6月份更狠哦，年減幅高達了80%。主要的關鍵就是在重稀土對於銻還有銻的日本出口是直接歸零的。銻跟銻為什麼這麼重要？就像是日本去封中國大陸的機床一樣哦。銻跟銻同時也掌握了可以影響日本的，包括了軍工設備、高端製造、電動車的馬達，甚至是精密電子等等。另外一方面，除了掌握這個礦產原料之外，中國大陸更掌握了一系列，包括了這個從採礦啊到分離、冶煉等等。供應鏈的整體技術，大家就在看說，那中國大陸現在對日本的這個稀土出口如果減少的話，是不是稀土相關的企業他們的獲利就會減少呢？結果是不減反增了。我們也趕快來看到最新數據哦，中國稀土集團今年上半年淨利潤年增幅46%，北方稀土預估上半年淨利潤年增幅更是暴增了121%，代表說價格提升，雖然說這個出口減少了，但是價值更高了，所以8月份稀土價格哦，從2025年8月以來已經上漲幅度高達了30%。這個是中國大陸對於日本在稀土方面的制裁。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也強化，剛剛講了嘛，美國跟日本在一邊，所以中國大陸也強化對於美國的稀土制裁。最新的方法是因為他要報復美國所做的這一件事情。美國在今年上個月底把43家的中國大陸的企業列入防止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法的實體清單當中，所以制裁的企業已經增加到187家了。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想到辦法來治美國了。這位是高志凱，他是中國全球化智庫副主任。他說呢，中國現在應該要成立一家稀土總公司。重點來了，這個總公司就是設在美國一直不斷提的新疆這個地方。他就說呢，如果未來美國你需要稀土的話，就請你親自飛一趟到新疆來這邊來跟我們談，不管是稀土的出口甚至價格都是由中國大陸來決定，甚至未來還在新疆這邊用人民幣來做交易等等。幹哥怎麼看？日本很少這樣，你看收緊了精密的機床的出口管制，他很少這個樣子，而且他現在學的都是我們中國這一套，就是說加嚴審核，你知道加嚴審核的意思？日本是一個最假仙的，就是我們台灣話就是說很假仙吶，表面上很有禮貌，那個肚子裡面全部都是刀劍。他坦白講，他說我不是不賣你但是我現在從嚴審核，意思跟不賣你是差不多的意思啦。那會不會影響到這個中國的整個生產鏈呢？跟供應鏈呢？可能是會的。上次講沒有錯。那你以為中國就可以讓你這樣挨打嗎？看誰被打得比較痛啊！我跟你講，你看現在銻跟銼兩種重金屬也就是那個這個元素，老實講一句，到這個月已經怎麼樣？已經歸零了。我們中國不出口給日本了。你不出口給日本，因為這兩樣這個元素最重要，它是什麼？軍工業和高性能馬達，還有一個大家沒有注意到，它的重要性也非常的要緊，叫鋰，一個金再一個鋰，它是做什麼的？癌症醫療設備要用到這個鋰還有什麼？還有半導體設備也要用到鋰，所以說鋰這個東西也很重要。總共7種這個重要的稀土都已經被中國下令先暫時，但是坦白講一句，中國不會完全斷供，你不能完全斷供，為什麼？因為你完全斷供的話，那就代表是針對性的，你就是針對我日本的。但是中國不能在這個階段裡面還沒有到要打仗的地步，我還不能說我就不賣你，對為什麼？你要等到什麼時候？像美國在2次大戰之前跟日本講說，我現在石油就不賣你了，日本就準備打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嗎？就說這個叫戰爭宣示、戰爭行為，所以還不到那個程度的時候，現在中國一定不會講說我完全斷供。那但是在這個時候呢，老實講一句，是美國就在幫腔。你知道，美國你看國土安全部他竟然上個月底就說中國已經有100多家被列入管制了，你這些企業都跟軍工有關係，那我現在又多加43家。這43家是哪一種的？就是中國的企業裡面有銅、有鉛、有黃金、有服裝，最重要的是什麼？你知道？最重要的就是棉花。他又把那個防止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法，他又搬出來了。他說：“你現在不是只有維吾爾人你還有吉爾吉斯人還有哈薩克人都牽涉到被中國當局奴役，進入什麼再教育營。”那好了。中國的智庫副主席高志凱他就說：“好，你要這樣子是不是？你美國要跟着日本一定要這樣子搞我們中國沒有關係。那我們中國應該要成立一家中國稀土出口總公司。這家公司要設在哪裡？你知道？要設在新疆的烏魯木齊，而且不接受任何電郵，也不接受任何電話，也不接受任何網絡訂購。要買稀土是吧？你國防部 DARPA。”美國國防部高級計劃局，請你派專員，要先過我們這個我們中國安全部門審核，你才能夠來。不是來北京，你到了北京，你要坐，不管你爬的也好，坐高鐵也好，坐馬車也好，你給我到烏魯木齊來談判。你現在有資格再來談判。高志凱，我覺得他真的就是一種很傳統的一個中國人，你知道嗎？就是說我們是朋友，我們都可以談；不是朋友請你自己想辦法到烏魯木齊來談，而且我們要紙上簽約，不可以用 email。這個真的是，然後等一下簽完了之後要用人民幣付款，不接受美金所以這個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要跟中國鬥爭的話，那下場不好的絕對不是中國，而是美國或日本你們自己。
好，現在其實呢，我們剛剛講的是日本跟進美國，美國老大哥來對中國大陸祭出這個制裁。那另外一方面，還有另外一個國家，同樣是跟日本一樣跟進美國老大哥來制裁中國的，還有澳洲了。澳洲最新，我們也來看，它也有了動作，正在加強審查中國大陸相關投資人，要求呢，只要你是中國大陸的相關股東，你就要出售掉澳洲稀土企業北方礦業你的持股哦。目前中國相關的股東占這一間的持股大約達到了17%。為什麼這一間公司特別的重要？因為呢，它開採的礦主要是包含了銻還有銻等等這一些重稀土。張進老師怎麼看澳洲的動作？接下來你怎麼看？我想啊，在這些就是這個封鎖技術產品或者封鎖原材料。所有的封鎖的這些手段都是慢性的在絞殺對方。可是有一句話講說，你要卡人脖子，你一定要跟上帝站在一起。換言之，也就是說，你技術領先的產品，終有一天人家還是會追得過。可是呢，礦產原材料產在你的家裡，這是沒辦法的事情。所以呢，這個人家講說是因為資源的封鎖，會逼得對方狗急跳牆，然後甚至訴諸戰爭手段，誠如剛才幹哥所講的，逼得日本人非要下南洋，然後去奪資源，這是可能的。那我是覺得這個澳洲呢，他現在針對股權上在這個做這個文章，我想必須要提醒一下，在西洋的這個海洋法系的國家之中，你不可以針對單一的這個企業去立法，你可以用行政手段去要求。可是呢，他萬一要求普遍性立法的時候，其實這種做法是沒有辦法站得住腳，所以在這邊要提醒。至於高志凱先生講說是把那個稀土工業全部拉到那個就是新疆。我以前新疆有一個這個，就是美國有個參議員叫 Tom Cotton， 他們動不動就是找新疆的棉花開刀，結果新疆就取了一個名字，這個棉花種叫 Tom Cotton。說為什麼叫 Tom Cotton？ 說因為美國的棉花的時代有一個湯姆叔叔的小屋啊 ，Uncle Tom's 的 Cambion， 所以我們這個新種的棉花就叫 Tom Cotton， 你知道？結果那個大家搞得啼笑皆非。當然這個事情只是曇花一現，意思就是說啊。你要去捉掐別人方法有很多，但是講實在話，這種拿先進技術去卡別人的，會有一天萬一被人超越的時候，然後人家做出白菜價，最後會讓自己的工業體系崩盤，那個風險才是更大。好，謝謝張進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